中午吃一盘牛肉饺子。只要提到云南的省会昆明，许多人的脑海里立刻浮现的往往是一幅温润舒适的城市图景。这里是被称作四季如春的地方，昆明春城，常年气温稳定在7摄氏度左右，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高，天空大多时候保持着湛蓝，生活节奏不缓不急，人们过得随和从容。物价算不上低，但也不算离谱，而人文、历史、自然景观更让人觉得这里适合旅行，也适合居住。这些印象与评价构成了外地人对昆明最普遍的想象，也呈现出这座城市被认为的众多优势。然而，理想中的昆明与旅居后或深度游玩之后的真实感受不一定完全重叠。为了让大家对这座城市有更全面的理解，我将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梳理昆明市在现实层面存在的一些不足与隐藏的问题。一、商业和餐饮过度扩张，导致严重的内卷与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下降。昆明的各种商业街、夜市还有餐饮街看似繁荣，数量显著多于其他云南热门旅游城市，但深入体验后会发现，这背后隐藏着另一面。例如，过度扩张，客流无法匹配，产业高度重复，品质食材参差不齐，卫生水平不稳定，营业时间混乱。一、同类美食的重复度很高，原创性不足，许多商业街里充斥着重复率极高的小吃，比如说过桥米线、锅盔、炸洋芋、炸乳扇，几乎在每一条街道都能看到。真正具有地方特色，例如楚雄州、大理州等地方特色的食物反而比较稀少。二、压力成本导致商家使用预制菜或低价的原料，比如说便宜的鲜花饼，使用便宜的外地玫瑰，香气不是很足，馅料也比较少，吃起来口感比较软口感不好。第二，米线或者是炒米饭，有的时候价格会低到8到9元到10元一盘，但是味道不好吃。三，网红店排队时间很长，但等你吃到之后，你会发现它实际吃到嘴里的品质没有它的招牌宣传的那么好。四，这个卫生状况不稳定，可以看到部分的摊位在操作台上面的清洁卫生不合格，一次性的餐具用品堆积，垃圾没有及时清运。五，野生菌的市场，吃野生菌存在风险昆明人、云南人对野生菌的热爱毋庸置疑，但是如果外地游客不了解菌类的特性，就容易买到低价的低端的菌种，或者是用低价的菌种冒充高价的菌，或者是受潮变质霉烂的菌类，如果不正确的处理，此类食材会出现中毒的风险。六，早餐厅早餐与特色餐厅的营业时间混乱，由于当地存在知足常乐钱够用就行的思想，许多具有本地特色的小店仅在早上6点半到11点营业，与游客的行程不能形成完美的重叠。还有一些店铺下午才开门，而烤串店或烧烤店又多为夜间经营，很多游客兴致勃勃地前去吃东西，但是往往去了之后发现没有开门，不得不重新规划时间，也耽误了其他的行程。
基础设施表面完善，但实质上已老化滞后。很多人会觉得昆明作为省会城市，昆明的基础建设应该远胜于云南其他地区。但是如果真正走入盘龙区、五华区等真正的城中村生活区去深入观察，就会发现昆明所呈现出来的现代化程度，很大一部分是出自于上世纪末千禧年那一次大规模城市建设。城市建设进展缓慢，许多区域出现疲态。昆明在筹办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前后，全程经历了一次跨度极大的基础设施提升。当时修建或扩建了立交桥、机场、城市主干道，也新建了一批高档的酒店，让昆明迅速跻身为国内热门旅游城市行列。从那之后10余年，这些基础能够支撑昆明的城市形象保持相对的领先。但进入21世纪前10年的中后期，外地省会城市在持续发力发展更新，但昆明的建设更新速度没有跟上。可以见到，在昆明的城市里，还是有大量的陈旧街区，例如大树营、年久失修的道路、小区中裸露的电缆、坍塌式破损的地面、老旧的排污管道，以及大量城中村风貌的居民区。不少地区雨后积水，垃圾堆放随处可见，绿化带缺失或维护不佳。道路承载力不足，在高峰期堵车是常态。随着私家车不断增加，原来20多年前规划的道路已经难以满足目前的人口与车流量的需求。随着上下班高峰，中心城市的主干道常常交通拥堵，甚至连一些原本比较通畅的辅路也开始变得缓慢。地铁网络布局存在一定的缺陷。昆明是现在云南唯一有城市轨道交通的城市，但地铁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主要包括线路呈放射状，缺乏环线，多条线路途经人口稀疏区域，造成功能浪费。地铁站点与旅游景点之间普遍距离较远，来旅游的人群，特别是老年人，体验比较差，你下了地铁还要去打车或者坐公交车。还有站名缺乏直观性，比如说斗南花市旁边的车站叫做金桂街，名字和斗南花市没有什么关联性，让外地游客难以判断。另外，现在的昆明老火车站在城区北方，但是在80、90年代那会儿，城区面积较小，当时叫做昆明南站，后来就改名为昆明站，导致现在一些昆明老年人说到斗南的昆明火车南站时，还误以为是老的火车站。最后，地铁和公交线路命名不清晰，线路不合理，游客稍有不注意就会坐错方向或坐过站。比如说，你如果坐昆明2号线，他可能要求你在某一站去换成3号线，但实际上昆明已经可以早已经一站从2号线坐到终点站，但是导航数据不知道为什么迟迟没有更新，这就导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地铁本应当让人省心省力，但是在昆明却经常增加旅途中不必要的麻烦。
昆明市气候虽然宜人，却并非适合所有人。长期居住还面临着收入和成本的矛盾。昆明的气候温和，但不代表对所有人都友好，因为大家往往忘记考虑一个因素，就是它的高海拔。许多第一次来昆明的人会惊讶地发现，这里不像宣传的那样全年舒适。昆明的海拔将近1900米，高海拔对身体的影响明显。一些来自低海拔平原地区北方的人会出现入睡困难、睡眠质量下降；心跳加快、轻微不适；对气压和氧含量敏感的老人、小孩更容易出现身体上的不适。因此，昆明并非所有人都适合长期居住。昆明的冬季比想象中更冷，昼夜温差大。从温度方面分析，昆明的冬季白天温度可以达到10几度，但夜晚接近0度，昼夜温差能达到10度以上，极端情况甚至能达到20度以上。而且多数的酒店没有暖气，空调也没有不一定有制暖的功能。这里还会看到一个现象，很多的居民楼甚至没有安装空调。春天极其干燥，紫外线全年都很强烈。春天的空气干燥到会让人的皮肤开裂，紫外线强度是平原地区的数倍，晒一个下午就可以晒伤。然后昆明的雨季集中在5到8月，天气多变，夏天短时间暴雨频繁，计划的户外行程时常被打乱。最后来聊一聊昆明的收入和成本，居住成本。昆明这个地方收入水平普遍平均水平是偏低的，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使移居昆明成为一项挑战。昆明虽然气候宜人，但如果要长期生活，就必须考虑收入水平、产业类型、房价和生活成本是否匹配。昆明第一个，这个平均工资偏低，全体平均居民月收入约为4000元左右，但其中也有少数的高工资行业，绝大部分普通劳动者月收入实际上在2800到3000元左右，在全国属于中等偏下水平。昆明城市产业单一，主要还是以旅游、农产品、粗加工贸易等传统领域为主。但是这里也可以说一下，它的斗南花市是全亚洲最大的鲜花贸易市场，这个是值得夸奖和赞叹的。新兴产业发展缓慢，高新产业占比较小，而数字经济、高端制造业尚未形成规模。房价不低，生活成本持续上涨。最近几年，昆明的房价还是有所回落，但是在五华区等主要城区的均价仍然维持在1万元平米上下，明显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城市。在滇池古滇国等度假区、名校学区房周边的房价更高，带动了旅居这些租金和酒店的价格上涨，加上这个水电物业、教育成本、就餐的费用，还有汽车的养护保养开销，使生活成本与收入严重不匹配。因此不少的年轻人因此选择离开昆明，或甚至是离开云南，到外地沿海的城市去寻找更高的薪资与就业的机会。然后这个慢节奏既是云南人的这个生活优势，也是发展的瓶颈。在当地旅居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昆明人普遍节奏较慢，店铺常常上午10点以后才营业，早上的这种感觉就比较冷清，许多的行业运营的效率是偏低的，这就导致创新的动力不足，产业升级缓慢，城市吸引力有限，年轻的人才流失以上就是我主要从基础设施、商业环境、这个宜居性和昆明的这个总体的产业及收入等方面，对昆明现实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个梳理。昆明为何从这种集中深度的游玩
旅游的目的地变成了一个从昆明到大理、从昆明到西双版纳、从昆明到丽江的一个中转城市，这些因素都与之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以后有机会会和大家继续分享在云南旅行